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上次咱们发了一个某平台的爆款的严重虚标的充电宝的视频，受到大家的欢迎。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做一个正规品牌的充电宝评测视频，就是这一款销量非常好的酷泰科10号电能棒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走起。我手上这个10号电能棒跟你们以前看到的都不一样，这个是24年新年纪念版1万毫安的，最大功率150瓦。今天咱们就是开箱评测它，让大家看看正规品牌的充电宝没有虚标的充电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开箱。咱们手上这个10号的电能棒，这个盒子变成了金色，就是这个就是普通版的盒子，都是这种灰色调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能棒的外观，然后这个地方多了一个2024，这里有一个英文纪念版的意思，150瓦1万毫安，然后这是酷泰科的标识。背后面就是这个充电宝的参数，我们大概的看一下。输入接口 Type-C， 输出接口有 Type-C 和 USB-A， 最大输入功率90瓦。Type-C 口的输出功率是120瓦 ，USB-A 口的输出功率是33瓦，两个加起来就是150瓦。电池的能量，它的额定值是 35.28 瓦时，额定的容量是5500毫安。盒子这上盖上面也有2024年纪念版的标识。我们拿出充电宝，盒子里面有一本使用说明书，这一面是中文，这一面是英文的。这个就是10号电能棒的本体。这里还有一款短款的 C2C 的线，这上面写的有一个6安的标识。我们拿出这个电能棒，这就是10号电能棒的新年纪念版的外观，就是颜色变了，它是金色的，然后这里多了一个2024年的一个纪念版的标识，这是酷泰科的标识。这个地方就是显示区域，它有电量显示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A 口和 C 口输出的功率显示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双蓝色条纹，这是一个功能键，这里有3C 认证的标识，循环5年的标识，然后这里循环使用，请勿靠近火源，不要扔向垃圾桶，然后这是它的规格。底部这里有一个10，就是10号电能棒的意思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输出口 Type-C 口为蓝色舌片， USB-A 口为白色舌片，然后这边有蓝色的线条来点缀，背面的话是黑色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上飞机的一个标识，35瓦时、36瓦时。黑色的塑料上面有激光雕刻的 Y 字母做成的一个浮雕纹理，可以防止充电宝在桌面上放的时候可以起到防滑作用。整个移动电源连盒子一起的重量是352克，去掉盒子的重量是302克，单充电宝的重量是284.5克，单数据线的重量是18.6克。这根附带的数据线的长度是50厘米，数据线的直径为4毫米，整个充电宝的宽度是45毫米，厚度是33.5毫米，高度是144毫米。这就是这个10号电能棒的一个外观的介绍，然后咱们就进入测试环节。咱们来看看它 USB-A 口的协议的情况。UFCS 的一个融合快充，33瓦的功率，华为 FCP 的5伏9伏24瓦功率，三星 AFC 的5伏9伏18瓦功率， QC 3.0 的5伏9伏3.6至12伏。这个 DCP 就是基础功率。 Type-C 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是 PD 3.0 的最高100瓦功率，小米的 Max 100瓦功率， PPS 档位的5伏至11伏的5安，还有 PPS 5伏至20伏的5安。这个充电宝实际上可以达到120瓦的功率。做3个充放电循环，然后我们进入手机测试环节。现在这是第一次充电，我们把它充到100%，现在是90瓦的功率，再给它充电。第一次充电耗时24分钟，咱们是从68%的电开始充到100，24分钟就充满了。现充进去的电量是13.88瓦时。咱们现在是给它第一次放电，这个达到120瓦应该是没问题的啊。放电耗时20分钟时间，前7分钟时间是用的110瓦左右的功率在放，然后7分钟的时候它过热保护了，然后我们调为80瓦的功率，一直把电放完，放到30.89瓦时的能量出来，电量已经放干了啊。咱们现在这是第2次给它充电，把电充到100，第2次充电充到100%。充进去的电量是37瓦时，大家看一下，
这个时间有点久，因为我中途出去吃饭去了。这个充满大概花了20多分钟时间啊，高功率的90瓦的功率给它充电。咱们这一次放电的话，就用80瓦的功率给它放电。现在是0%的电，放出电量31.11瓦时，放电耗时23分钟。咱们这一次充电耗时50分钟，充进去的电量36.84瓦时。大家看一下50分钟，咱们这一次充电是没有刻意的去用大功率啊，然后我们进行放电。这一次放电咱们也不用特意的去拉高功率，咱们就用60瓦的功率来进行放电操作。这一次放电又放完了啊，放电耗时32分钟，放出电量32.04瓦时，基本上跟规格说明是差不多的啊。这个10号电能棒，我们3次充放电下来，它的平均放电的能量是31瓦时左右。这上面额定的能量是35.28瓦时，31除以35再乘以100%，它的转换效率可以达到89%。所以说这个充电宝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啊。3次充放电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实际充电测试。咱们现在手头上是没有120瓦的小米手机，只有还是用这个红米的 Loto CT Pro 来测试。这个手机自带的充电器是67瓦的，充电接近1个小时。大家看一下曲线图，前面16分钟我们是关机充电的，最高功率的时候持续了13分钟，高功率40瓦左右，然后降到27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几分钟时间，我就把手机打开。开机充电，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30瓦左右，35分钟的时候，这个电就已经充到接近80%，慢慢的降功率，一直充到95%，电压下降到5伏，充到现在这个状态，99%、100%。总共耗时57分钟时间，电都已经接近充满了，还剩27%的电量。充这个手机5000毫安的电池是完全用不完的啊！这个苹果13手机还有5%的电，咱们把电充满来看一下充电数据，充了87%的电，耗时1个小时。大家看一下曲线图，咱们全程是亮屏充电的，前面13分钟22瓦的功率足足的。13分钟过后开始降功率，降到17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了10分钟左右，然后降到12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10多分钟，然后充到80%，电压下降，变为5伏基础功率，一直充到现在，总共耗时1个小时时间，5%的电充到现在的87、88的电。这个电能棒剩余电量还有51%，它跟广告宣传的充苹果15手机可以充1.7次是没有做虚假宣传的啊。如果这个充电宝充 Max 的话，充1次也是足足有余的。10号电能棒的充电功率，就是往里面充电的话，它是90瓦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非常足的。前面的测试部分都已经做完了，咱们现在就是测试关键的一个数据，文波输出。咱们看看它空载和负载5个档位的文波情况。这是这个电能棒的5伏空载文波，这里显示的是0，几乎是没有的。5伏35瓦的功率，它也是几乎为0了，这个就是正规厂家的东西啊。9伏的空载文波 0.01 伏，也就是10毫伏，非常优秀的文波。这个电能棒27瓦功率，它的输出文波也是一样的啊，10毫伏。12伏的空载文波一样的10毫伏，这种文波的电源几乎都是极频电源了。12伏3安36瓦的功率一样的10毫伏。15伏的空载文波 0.02V 20毫伏。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文波20毫伏。20伏的空载文波也是10毫伏，很牛的啊，确实做得很到位。20伏5安100瓦的功率，低的时候30毫伏，高的时候40毫伏，不会超过40毫伏。像这种移动电源基本上都是高级别的移动电源了。一个高品质一个高质量的移动电源，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参数有没有虚标，还要看这个充电宝实际输出的功率和实际输出的能量的情况。这一个酷泰科的10号电能棒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移动电源，特别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文波的输出是十分牛的啊，最高的时候100瓦的功率也仅仅就是30-40毫伏的文波，60瓦以下的时候这个文波就是10毫伏。像这种文波设计的电源基本上都是高品质的电源，1分钱1分货，
大家购买移动电源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！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关注，就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次评测拆解，咱们再见。